阅遍所有蓝毛美少女，猛然发现蓝毛在很多领域已经坐上了第一的位置。最真爱的蓝毛美少女雷姆，我永远喜欢雷姆。行了，这个梗玩多了，我自己也绷不住。凯基相信雷姆是真爱这一块毋庸置疑，至今还记得那一句：如果真爱有颜色，那一定是蓝色。那段空前绝后的告白，在最强告白中名列前茅。レムはスバル君を愛しています。最女神的蓝毛美少女凌波丽，我永远喜欢凌波丽。凌波丽的女神气质非常强，不仅是那一抹传神的微笑带来的贯穿20年的杀伤力。笑えばいいと思うよ。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更有三无清冷调配出了只可远观的距离感，再点缀上灵魂的蓝发，女神一词跃然纸上。你想象一下，一班上有这样一个安静、文静、清冷的同学，得受多少人追捧？最弱智的蓝毛美少女阿库亚，凌波丽是大家疯的女神，阿库亚是真女神，至少职位上是。大家说她弱智，除了当年正好有一个 MDZ 的表情包，连上了何真的一句巴得阿库亚，还有就是那会儿和猴王的动画前后脚播出，那会儿就是弱智女主的天下，再加上阿库亚的行为确实有点累人，还有了这个说法。我永远喜欢当我没说，其实我比较喜欢达克尼斯。你问我为什么？也问对女王的蓝毛美少女艾斯德斯，我永远喜欢艾斯德斯。你别管算不算美少女，二次元的事少管。虽然她是反派，虽然她出场集数没多少，但她的人气，她是真的出场之后从来没低过。可能这就是女王自带的被动。被吃货的蓝毛美少女巴奈见杏菜，老八4K， 别人家的吃货那都是写在设定里的，而老八的吃货是动画组每次播出后都会把他的热量摄入统计在官网上的。不过从一点点的侧面描写来看，老八好像挺惨，但爱吃孩子都很乐观，不是吗？我永远喜欢智喜屋学姐，支持温八决裂，智喜屋头顶苍天。对二次元的蓝毛美少女全子方，这个头衔可不是凯奇乱套的，现如今很多二次元的习惯都是他带出来的，比如什么买周边要买3套，一套自用，一套收藏，一套安利。动画中也经常会做一些二次元的名词解释，古早时期的梗百科了，属于是。你说如果全子方长大到了现在，他会不会被说遗老？最会做菜的蓝毛美少女田所惠，她的厨艺肯定毋庸置疑吧？那可是十几之灵的主角啊！个人回虽然有输有赢，但也是逐步走上了金字塔尖的人。不过十几之灵这动画某种意义上也是挺抽象的，就是了。看戏就是你所用的超能力这一点，看着人挺燃的。后期安康鱼那一段确实很燃，但我也买了一条。有一说一，这东西是真难切。最幸福的蓝毛美少女科朵莉，我永远喜欢科朵莉，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凯奇提起科朵莉，都会泛起一丝淡淡的伤感，内心想把文案写得像前面一样搞一点，但总会被压制。这不是一个欢快的故事，但科朵莉确确实实是一个幸福的角色。夕阳下的诀别不是悲剧，它是少女在夕阳下轻轻哼唱的小小恋歌。最有数值的美少女希耶尔，我永远喜欢希耶尔大人。美少女系列怎么能少得了凯奇的行月私货时间呢？本期私货依然来自月姬。希耶尔大家一般都叫她学姐，月姬中的另一位主角，同属代行者阵营。而之所以说是最有数值的一集，那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希耶尔大人美丽强大，不老不死。你也是蓝毛来着，我们蓝毛真是太强了。大家还知道哪些很经典但是凯奇没提到的蓝毛美少女吗？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点点赞，助力我满宝学姐。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